天将要真正点出这一趟希腊的特点，谱出蓝白交织的乐章，也是这一趟大家来希腊。到希腊，你到了天空之城会震撼啊！希腊还有天空之城这么美的地方。到希腊，另外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就是去那希腊梦幻式的蓝白交织的小岛上面，但是是要坐船的啊。所以人基本上对雅典这一尊啊，真翁我们的梦幻之地，也就是前几年非常流行的那一句话：我的心遗留在希腊的爱琴海。每年几百万的游客来到这个基克拉泽是群岛上面的一个半月形的灰耍的度蜜月，享受爱情，享受爱琴海，令人陶醉的氛围不恋爱都难啊！圣托里尼这个号称全世界最美丽的夕阳，最特殊的希腊风味。那圣托里尼之前呢，其实要先讲，其实在爱琴海的岛屿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小岛不只是这个圣托里尼但是圣托里尼却是在当中最多人去的、最繁荣的，也是最多的梦幻旅游景点。从最南边的伊亚小镇到主要的城镇 Villa， 这里真的就像叫我再来10遍了，我都还是愿意来，赞棒好啊！你看，还有旁边这个哥斯达游轮了那哇，这怎么讲？不讲了啦，我们来看看这美丽的蓝白交织的希腊。火山爆发以后，形成了周边大家看到的周边的这个都是沙土实际上是火山岩经过这个长久的这个就说雨水、太阳晒以后呢，就形成了这样的砂岩的这个地况陡壁了。这边很就说很陡，但是另外一面这个圣托里尼的另外一边相对就比较平缓。从这边上面的最高点一直到海边是一个就是斜坡状的。那靠里边港口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却是这个是非常陡，等于说它陡壁都在这一侧都在这一侧。因为曾经有人在这边潜水，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深的地方，下去以后上不来所以他为了警示安全，所以在这边专门做了这么一个区域，就是这个区域是不可以去的。这个海下面最深的高度4800多米这个欧洲最高的山脉阿尔卑斯山最高峰，也是要提醒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现在往前看的话呢，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岛屿最高的地方在顶头，在这个岛屿的顶头，我们上去以后大家会看到那边的话呢，还有古城堡那当然高点，它可以老远就可以看到船只的进出
行不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收财这个地方，叫做费拉。我的心啊，真的会遗留在爱琴海哦。从前面我们开始进入了爱琴海，那从伊亚、菲拉，光这2个小镇呢，就足以让人呢驻足呢不再往前进了哈，真的很美哦。哎呦，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吗？超美哦！圣托里尼的菲拉小镇啊，这个怎么说呢？你看这些山城呢，就盖在这个半月形、月牙湾形的这个山上啊。在数千年前的大规模的火山爆发造成的地中海爱琴海不是地中海，爱琴海的部分的岛屿的消失，也造就了现在的圣托里尼这一个半月形的岛屿的形状。高达300到400公尺高的悬崖峭壁，以邻近的火山岛成为圣托里尼地理上的最大的特色哦。那圣托里尼的港口，就现在我们一路往下走，这个镜头应该是往下拍才对。对，要这样拍才是哈，因为你必须拍到山海一色啊。会不会取景很重要哈。那从上面呢往下拍哈，从上面往下拍下来哈，那就会看得到哈，那个高的悬崖上面300-400公尺高，上面还有这个菲拉小镇的遗迹啊。我们从上面坐到下面，这里也是圣托里尼的港口啊。我们之后要坐团去米克诺斯，也从这边坐。那我们现在下来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准备打算下来坐驴子啊。这缆车坐到山下以后呢，我们再搭乘驴子donkey， 怎样？再一路呢往山上去来哦，坐驴子坐 donkey 哦。费拉小镇这个圣托里尼呢，这个费拉小镇的山底下呢，就是坐驴子的地方这个坐这个驴子呢，有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它其实具有一点风险性我跟你讲，你看这个驴子它自己会上山自己这对于老外来说其实是比较 OK 的但是这也就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你不去体验它吗？很可惜那你要去体验它的时候呢，其实它具有一点风险性。为什么？因为驴子没有人牵它会从山下自己就你看，哎呦，这驴子自己想走了啦，有没有你坐上去之后呢，驴子它会自己往山上走，它没有人牵的在这上面呢，你会马上标准的感受到什么？感受到希腊人做事的风格，什么随性，随喜，自在但是换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有一点没有照规矩走他们对于很多的事情呢，拥有希腊人的风情有一点我前面有讲的，有一点 lazy 所以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在做驴子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很多人可能看到做驴子很开心那也觉得 OK 啦。原本旅游行程当中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冒险嘛，那对有一些人来讲呢，他的接受度会比较差
对于比较谨慎小心的，我觉得哎呀，那也要恐怖啊哦。现在这驴子从山下呢一路自己上来呢，是没有人牵的哈。驴子呢会自己知道回家的路哈，他们回家就是会往山上自己走到山上来啊。这过程当中呢，当然就充满了非常刺激的一面了。驴子过程当中互相聊天呐，上洗手间呐，吃路边的草啊哈，所以有时候会产生很多不太一样的感受哈。但是呢，还是会特别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啊，在菲拉小镇做驴子呢，绝对是在希腊这种山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体验的环节啊。但在另外一个情况来说来看它呢，在菲拉小镇做这个驴子呢，也具有一定的冒险程度哦。危险性是不至于，但是有一点冒险啊。很多人说希腊哪里好玩啊？爱琴海哪里好玩啊？我觉得它本身这个地方呢，这个名称呢，这个国家呢，哪里都好玩啊，哪里都美。圣托里尼岛跟米克诺斯岛可以说是希腊最为人知的热门小岛，这都位于爱琴海上的小岛呢，感觉其实呢不太一样哈。除了经典的蓝与白、美丽的沙滩、热闹的夜生活的米克诺斯，独特陡峭地形形成绝美景色的圣托里尼，有着迷人之处。这里的房子除了蓝与白之外，有更多的色彩。岛上还有眼睛所见的都是美丽事物的艺术村，更是传说当中消失的亚特兰提斯的所在地。使得这个岛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无限多的神秘色彩，而这里的梦幻色彩也是浑然天成啊。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岛上，怎么样？最算是商业发展最繁华的费拉小镇，在数千年前的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当中，造成了爱琴海有部分的岛屿消失。当然，它也造就了圣托里尼就在这半月形的岛屿形状，高达了300-400公尺高的悬崖峭壁，以及邻近的火山岛，成为圣托里尼地理上最大的特色。圣托里尼的港口就位在于这个悬崖的底下。下船了之后，会看到许多的旅馆业者在这儿招揽的生意啊。那这里也是整个圣托里尼当中算是最为热闹以及商业的地方。虽然往往villa 跟义我们很难把它分清楚因为都很类似的景色，但是呢，可以说是呢，希腊当中避暑最重要的小岛就是圣托里尼岛，岛上的两大的著名，我们先不讲米克诺斯以圣托里尼岛上面最大的著名就是 Villa 镇跟伊亚镇。Villa 又叫费拉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也是传统居民居住的地方。
讲白一点，就是这个岛上的首都啦，首城啦，按那里要盖哈。所以这2个地方虽然很近，但是呢不太一样啊。那景色却很相像啊，而且几乎每一家酒店呢都有这个私人的泳池，就盖在这个山坡地，这是 Villa 的一个特色啊。Villa 小镇啊，而且这里呢几乎所有的酒店呢遍布了所有的悬崖，走3步2步就一家饭店。但这也就是我告诉你的，每一家饭店它呢卖的是什么？你看，哇，躺在那边没人陪伴吗？真可惜啊！这里的这个泳池很漂亮啊，所以我就说，在这个山崖的旁边呢，你可以看得到这非常多的这种小泳池。这个小泳池搞得其实好像三温暖一样，小小的，卖的是景啊，饭店为数也不多，半年前就要居住啊，有时候要订了，有时候就像你想来住呢都不一定，因为什么？半年前没有订，根本就订不到。也许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圣托里尼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卖酒呢？圣托里尼因为位处于希腊通往克里特岛跟埃及的转运站，所以这个地方曾经生产的葡萄酒都会外销到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最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的问题所以它这儿曾经风光一时。整个岛上的人呢，都是以生产葡萄酒为主。所以来到这里，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关系，就出现了这个地方的酒变成了它当地最著名的特色之一。所以来到菲拉小镇，自然而然我们也就会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去看看最早以前这个地方的葡萄酒为何会销往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去。这个山城的边啊，踮这间海边的餐厅，踮这用餐踮这看什么日头落山、夕阳，足水的所以这就是来希腊真水的所在。真侪人讲，菲拉小镇它的落日带给人们的是什么无限的美好，带给人们是什么呢？全世界最美丽的10大赏日落的地方。日头落山，世界上10个上水的所在，其中一个所在就伫费拉小镇咱对这个制高点，你甲翕落，你甲看卖这个断来的上顶悬，就是啥？费拉小镇，有无？就好像在山上的一个小地方，就是这个费拉小镇那看下去是悬崖峭壁真的，这一个美景每一年就吸引了数百万的人来到这个地方，
看上这里最美丽的夕阳，走上这一段费拉跟伊雅小镇，带给所有的人无限的美好的回忆啊！所以我说，来到这里要懂得去什么 enjoy 在这种地方啊，爱好自己享受你这个所在，当这个所在逛得不好，当这个所在聊聊行聊聊谁啊，慢慢的佚佗，了解不啊？这就是圣托里尼费拉小镇。虽然你问我，希腊是不是只有圣托里尼呢？当然，你问我，我一定告诉你不止啊。但是所有传统印象，所有一切，拢甲每一个游客讲，希腊伊就是像圣托里尼一般浪漫的海景、浪漫的氛围，所以这样子人就把希腊列为了旅游蜜月圣地之一，带来的也就是这等海天一色的这种美景啊，吸引了全世界无数的外国观光客、老外啊，台湾的年轻人啊，很多梦寐以求的地方啊。冬天的雪一样啊，当你到了一个下雪的国家，哇，那种雪白，整个氛围会让你觉得好美啊，就跟圣托里尼伊雅一样啊。当我们来到这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被这里的美景所震撼到。在圣托里尼啊，这一个世界各地的旅人呢，选择来到这个阳光普照的季节。它真正的最大的旺季呢，其实是从6月份一直到了9月份啊，是希腊最大的旅游旺季。但是你问我，我往往喜欢在6月的前，就5、6月份就可以来了哈。那再来就是希望到9、10月份哈，而不一定要真正进入非常非常大的旺季哈，因为那个时候的希腊真的好多人了哈。有时候呢，他的人多呢，超乎你的想象之外，包含了来到了这一个伊雅，它拥有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夕阳的伊雅包含来到了伊雅这个地方啊，你有时候在路上走都会显得拥挤啊，因为太多人要来这个美丽的景色当然来到这里讲，足多人在街路顶管你行，会不会产生什么？那整个游戏都打坏的是不至于哈，人是真的多，太阳也非常的大，拥有标准的爱琴海气候，很干燥啊，所以纵使太阳再大哈，你在游览的过程当中，你嘛会感觉规身躯来凉踢踢哈。所以呢，大部分来到这一定想到讲历史的首都雅典最浪漫的圣托里尼岛。几百万的游客每一年呢就聚集到这个地方来，还有包含了它有被号称为全世界最美的夕阳。在这里每个地方摄影机拿起来几乎都是景啊，没有一个所在不是景色的哈，全部都是太多的景色让你看也看不完啊。所以总使来到这边轻轻松松的在一个咖啡店坐着都能够感受到整个圣托里尼伊雅的风情很多人其实来到了希腊，但是他却不知道，来到了希腊，你需要放慢你的脚步，你需要呢沉浸你的心灵，在这个地方发呆是没追不会有人笑你几乎来到这边的人，很多人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4、5个钟头，看着这边的海景。你不一定要晒太阳老外是晒太阳那你再找一个有太阳棚太阳伞底下的地方坐着，看着这美，其实不敢放松你的脚步这
上大的问题就是真侪人来到这哈，第一个，伊甲当作旅游团体安尼哈，他整个伊的行程无法度轻松落来吼，伊就是吼坐离开计坐坐袂掉啊，那个了要走无，其实规个椅啊，它就长这样子。啊，整个椅啊就是长这样子啊，整个椅啊就是让你 enjoy 在这里面哦，和你慢慢来享受哈。有当时可能规个下晡，咱就坐了一个咖啡店啊 ，coffee shop， 就在那边喝了一杯希腊咖啡，看着远方的爱琴海，蓝白色的建筑，头脑放空空，耳根很清净，谱成一个乐章，让你看着美丽的海景啊。记住啊，这是来希腊你要做的事情啊。别来到了希腊，却要把整个行程、整个 schedule 赶的，哇哟，好像赶鸭子，哎，1-2个小时就想离开这边了，这很可惜啊！也代表你选错地方，来错地方哦。因为来这个地方不应该用这么赶的方式来去游玩哦。位于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是很多人向往的浪漫天堂，纯白的屋子，石板铺成的蜿蜒小径，碧蓝的大海，你看这个天空，哎呦！太美了哦，这个面积呢，其实看它边哦一半呢，但是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啊。有时候，它独特的天然环境是个重点；有时候，它用心的打造出来的景色也是一个重点。所以呢，这里的画面也许不是雅典的千年遗迹，但是圣托里尼上的蓝顶教堂、白色小镇，伴随着一盘湛蓝的爱琴海。这种断崖旁边的壮阔美景，远远一看太美了啊！虽然呢，在这个时间非常的热啊，夏季几乎在30度以上，但因为干燥，也使得人们在这里的热度稍稍不会觉得那么的难受啊。哇哦，你看这里有很多都是饭店啊，很多人常讲那我来圣托里尼啊，怎么不住在这个小岛上的饭店呢？嘿，这是你来圣托里尼必须要了解的圣托里尼很多的饭店呢，就依山坡旁边而盖起来，就像这些一栋一栋的小屋子啊。这里有很多的小屋子都是叫做民宿啊。这些民宿呢，盖在这个山海旁边呢，它可能只有3户人家或2户人家能住，总使它是饭店形式，也可能也就这么2-3间饭店可以住啊。一个饭店里面可能容纳的团体人数呢，就大概5对6对而已啊，多一点点而已。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把旅游团体规批炸到这里所在来。第二个，在伊雅很多的路啊都是石板路啊，一行那边拖里板的就是一个问题的啊。你来对出国旅游概念的人会知道啊，你没有办法把行李拖进来。你把行李一拖进来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行李卡了，你根本拖不进来，那你就必须呢付小费给这个托运行李的人啊。
他会把你的行李呢带到你的饭店的房间里面来啊。那希腊也是一个小费制度的国家，这个都不容多谈了哈。那谈起它哈错综复杂的历史跟现代环境呢，哇，讲起来哈有好有坏了哈。所以来到这里呢，住在伊雅是个人生享受啊。还有你看看晚上听着海风，有没有海风的声音，海浪拍打的声音？早上一大早被这些阳光呢晒到的话，眼睛睁不开，然后呢慵懒的起床，太棒了！人生哪有那么浪漫的事？再结婚一次好了啊！所以啊，一般呢比较少住在这边，最主要是团体的性质跟团体的氛围，而且还很贵啊！住在这旁边的，但是它的设备呢却非常非常的简陋。为什么？这种在这里的饭店卖的是景啊，卖的不是饭店的豪华设备啊。这间饭店啦，卖你8000块，有可能6000块是伊的景色啊，不是他们家的这个服务设备，无同啊。所以这就是来到伊雅，你爱小可了解，你爱了解到规个希腊，伊规个氛围啊，规个做法是安怎去做的啊？这大家可能要有一定的了解啊。啊无，大家嘛拢想要住伫伊雅这个遮水的这个所在啊。安心了，旅游团体要入来，真歹入来，去拖行李啦，你当然你会使叫 porter，一间饭店伊若看到3间房间尔，你想伊的服务员会有几个？2个就真怕啦，规台去兼3行李所以你规个行程呢，对咱台湾来讲咱台湾人要求是啥？方便啊，快速啊，别卡没蛋啊，这是真的你老公今天要办一个饭店的 check in 啊，搞了2个钟头，大家可能会没有耐心啊。所以一般来讲，住在伊雅，就以自由行的旅客呢来的比较多一点点啊。他们比较会选择来到伊雅这个海岛型的饭店居住那你说好不好？当然好啊。住在这里呢，光这个景色呢就已经非常值得了啊。这里的夏日气温呢常常都在30度以上，因此当地的居民呢就将这个屋子呢漆成了白色，把窗户做得小小的那以利防晒啊。太阳光不至于照进来，也不会因为黑色而感觉到很闷热而这里呢，你不要看它现在的风景这样子它进入了冬天，这里的风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将屋瓦这个屋瓦有别一般传统的木头式的也得把这个屋瓦改成什么水泥，就是防范这个海风呢无止境的吹袭。在这儿陡峭的地形，这个房子呢沿着山的崖边而建起来，又挤又小，层层叠上，有些呢是火山岩凿成的洞穴屋，反倒成了现今最特殊的爱琴海印象。那这儿也是它最有名的度假胜地太有名了，还有一个 villa 那这里是伊雅所以我说有讲不完的故事在这个圣托里尼的伊雅小镇吸引了无数最爱摄影的人来到这边。世界上最浪漫的15个小镇，伊雅地处于希腊的圣托里尼，也是这个岛上最耀眼的明珠也甚至被称为这个什么来到这边的这个人生无憾当然这是一个 slogan 为了想想打造这里传奇的特色世界上有太多美丽的地方了没有涉足的地方呢，其实还很多这里被誉为最浪漫的小镇那世界上有很多像法国科马小镇意大利的五渔村图虫的雷利在突尼西亚也是有一个类似，包含像荷兰的羊角村啦，德国的拉姆萨小镇那纽西兰的特卡坡还有在奥地利的哈尔斯塔德瑞士的因特拉根希腊的伊雅都被誉为最美丽的地方。希腊大部分的风景名片都来伊雅这个地方来取景
有没有一种舍不得把摄影机放下手的感觉啊？有吧哈，这就是希腊令人欣赏的地方啊，这也是希腊最吸引人的地方。伊亚跟圣岛第一大城 Villa 啊，其实两个城呢是有一点点相像的哈。伊亚有一条主要的商店街贯穿了整个伊亚的城镇啊，走进了大街旁边的巷弄呢，会有很多的惊喜啊。圣托里尼岛上有两处最著名的海滩，一黑一红，分别是卡马利海滩跟红海滩。
而卡马利海滩就是因为黑色的沙滩，又并把它命名叫黑沙滩。卡马利海滩由火山爆发所遗留下来的黑色的这个小石头沙滩为名啊。那另外一边叫红沙滩呢？为什么？很简单，红沙滩为什么叫红沙滩？最简单的就是因为它的沙富含的这个铁质，所以呈现的是亮眼的红色。洪水黑这个洪水黑大半什么意思呢？洪水黑大半啊。所以呢，淡家有两个海岸，但是时间的关系咱可能行其中一个，那行离咱较近的黑沙滩啊，在这个享受火山带来给你的另外一个有别于蓝天白屋的景色哦。结束了，咱准备搁对圣托里尼这个所在呢，准备要坐船啊，坐船，再到下一个景点去也就是在爱琴海上面呢，很多人也非常知名的，在圣托里尼，如果你说的是蓝白小镇蓝色的什么屋顶，蓝色的天，再加上白色的墙瓦。那你到达下一个小镇的时候呢，它将是纯白色的一片。它每一晚的夜生活，足以让所有这一些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呢，为之什么？为之倾倒下一个地方是哪？下一个地方也是有白色小镇之称。它的蓝呢，变成的是天空的蓝，天空的蓝配上墙壁的白也是蓝白小镇，但是它的蓝已经从屋顶呢转化成天空了。那个地方是哪？叫做米克诺斯米克诺斯也是在爱琴海上面另外一个梦幻之地。我们现在依序绕着这个 Z 字形的山路一路走对山顶要到咱长就是哈多咱所看到的所在。我们刚刚不是坐缆车吗？就到山底下去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搭船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回到饭店整理东西，下山准备去昨天我们看到了圣托里尼的码头，搭船前往米克诺斯，就在前面喽。